嗨，大家好，我是拉拉，欢迎来到拉拉的中文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文里的 measure words 量词。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们会用轻松有趣的办法来记住和区别一些容易用错的量词。一条毛，对，一根毛，对。一碗毛。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你需要学习多少量词。在中文里，为什么一定要用量词呢？中文里量词的总数是非常多的，不过在日常生活里，最常用的量词没有那么多。这一套 HSK 教材一共有74个量词。当你在初级水平的时候，你大概会学习25个左右的量词。中级的学生大概会学习50到60个量词。如果你已经达到高级水平，那你应该已经掌握了超过80个量词了。很多人，包括中国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中文里需要量词。为什么你必须说一个人、一匹马？如果只说一人、一马，这个意思也很清楚啊。量词不是很多余吗？其实，在古代中文里不一定需要量词，你可以说一人、一马。那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呢？这跟中文的韵律和发音有很大的关系。在古代，大多数词是单音词，比如耳、目、成。但是随着中文的发展，中文里的双音词越来越多。现代中文里大多数词是双音词，所以耳变成了耳朵，目变成了眼睛，城变成了城市。双音节，这是中文里的标准韵律结构。一耳朵，一眼睛，这样的韵律让人们觉得听起来不舒服，所以量词就产生了。一只耳朵，一双眼睛，两座城市，这样的双音节加双音节的韵律，让人们觉得听起来更和谐。我听说不只是中文里有量词，别的语言，比如越南语，因为从1到10的数字大多数是单音节，所以越南语里也有量词。我很好奇，是这样吗？所以中文里必须有量词，只是因为中国人觉得这样听起来更舒服吗？除了韵律的原因以外，当然量词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中文里有很多听起来差不多的词，像树和书，床和窗。这些词听起来很像，但是它们的量词不一样，这样你在听的时候更容易区别它们。一书，一树，一本书，一棵树，两窗，两床，两扇窗，两张床。另外，量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形容跟它搭配的名词。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当中国人听到一个量词的时候，就能猜到那个东西大概是什么样子、什么形状的。好，所以我现在会说一个量词，然后你说出来你脑子里
最先想到的东西啊。好的，没问题。一头什么？一头猪。对，一头猪。但是如果我现在说一头拉布拉多，你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狗？我想的是一只长得比较大只，然后很胖的一只狗。对对，好，这个啊，一头拉布拉多。确实挺头的。好，下一个啊，一片什么？一片云。对，一片云。还有呢？一片纸。对，一片纸。好，但是我现在要说一片猫，你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猫？就是怎么说呢，瘫在地上的一只，显得很轻盈的样子。很轻盈，应该也很薄。对，很薄。对对，好，像地毯一样的那种感觉。对，这是猫毯。一片猫，猫地毯啊，一片猫，很合理。对。所以我们常常用不同的量词来形容猫。你可以说一条猫，一条猫，对，一碗猫，一根猫，对，一团猫，这是一团猫，一辆猫，一辆是吧？来，对，给大家看什么叫一辆重卡。一辆猫。啊，一辆猫开走了。有很多量词都跟东西的形状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记住形状的办法来记住和区别一些很容易用错的量词。条、根、枝，这三个量词都用来搭配长条形状的东西，但是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跟条搭配的东西不但长，而且比较柔软，常常可以弯曲或者延伸。比如一条裤子，一条裙子，一条路，一条河，一条蛇，一条鱼。跟条相比，根搭配的东西是硬的，不能延伸。比如一根筷子，一根火腿，一根棍子。条给人二维平面的感觉，但是根给人三维立体的感觉。这是两条辫子，这是两根辫子。另外，根的意思是 root， 所以它也常常搭配有根或者能生长的东西，比如一根头发，一根汗毛，一根草，一根萝卜。枝搭配的东西虽然长，但不是那么长，也不是那么大，常常是可以用手拿的东西，比如一支笔，一支口红，还有一支枪。张、片、块、面，这四个量词都可以搭配比较平的东西，或者我们使用这个东西比较平的部分。那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张的意思是张开、展开，所以张常常搭配可以张开、展开的东西，比如一张嘴，一张纸，一张地图，一张门票。另外，张搭配的东西有一个平面，这个平面上可以放东西，比如一张桌子，一张床。片跟张相比，片搭配的东西不但很平，而且
很薄，常常是比较大的东西的一个部分。比如一片草地，一片天空，一片树叶，一片面包。这是一张纸，那这个呢？这是一片纸，块。跟片相比，块搭配的东西更厚一点儿，或者更硬一点儿。你也可以这样想，片给人二维平面的感觉，而块给人三维立体的感觉。比如一块蛋糕，一块砖，一块奶酪，一块冰。这是一根火腿，这是一块火腿，这是一片火腿。面有面对的意思，面搭配的东西常常有正反两面，但是我们一般只面对那个东西的正面。比如一面镜子，一面墙，一面旗子。颗和粒，颗和粒这两个量词常常搭配很小的、比较硬的东西。这两个量词也常常可以互换，但是一般来说，颗搭配的东西比粒要大一点点。比如一颗珍珠，一颗牙齿，一颗糖，一粒米，一粒沙子。这是一颗药，这是一粒药。一颗葡萄，一粒葡萄籽。所以我只要记住这些规则，就一定不会用错了。面条是长的、软的，所以这是一条面条。不，这是一根面条。根不是硬的东西吗？对，我说的这些规则包括大多数的情况，但是还是有例外。比如一条面条，因为用了2次条，听起来不舒服，所以我们会说一根面条。我做这个视频的目标是帮助你理解量词跟形状的关系，希望这样可以让你更容易记住和区别不同的量词。但是实际上，量词是比较复杂的，比如有时候一个东西可以用不同的量词，像一支枪、一把枪、一支口红、一根口红，都是对的。之所以可以用不同的量词，是因为人们侧重的方面不一样。好啦，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你的收看，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